一场政权更迭的战争，大体走向应该是这样的：要么是强大的一方经过长期准备，最后以狮子搏兔之势一锤定音；要么就是在经过几年的拉锯之后，一方实力耗尽，在决战中被击败。从哪个角度上讲，都不是靖难之役的图景。从战术上讲，燕王一方明显更占上风，几乎屡战屡胜。然而在战略上，燕军打了3年多，仅仅控制了北平周边的保定、永平。由于缺少兵力守城，每次辛苦打下的城池都不得不拱手让出，连今天天津地区的3位都长期在朱允炆手中。建文帝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大明皇帝，调动了全国的资源，面对燕军凶狠的攻势，采用了持久战的策略，同时在朱棣的老巢北平不远处布置了吴节、平安、盛庸的大军，只要燕兵一动，他们随时可能突袭北平，直接结束战争。拿出一副建文3年秋天的形势图给任何一个人看，恐怕不会有人对朱棣的命运保持太多的乐观。然而6个月后，战争迎来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局。朱棣在建文元年1399起兵后，仅用20多天就迅速平定了通州、冀州、居庸关等北平周边地区，如此雷厉风行，充分说明朱棣起兵准备已久，但他的影响力也仅限于此了。这已经是他提前规划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。目前掌握在他手中的兵力勉强过万。朱允炆这边也不好过，由于整个朝廷的强将都被朱元璋杀得差不多了，朱允炆环顾四周，发现了一位60多岁的老将，他就是当年在长兴坚守10年的耿炳文。在为耿炳文践行时，传说建文帝说了这样一句话：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，勿提此意，吾使朕有杀叔父名。此事真假暂且不说，无论朱允炆是否说过那句话，南军的确没人敢动朱棣一根毫毛。考察靖难战例不难发现，朱棣在战役中毫不介意以身犯险，经常带着几个人就敢冲大营，甚至独自一人就敢给大军殿后。而此时的朱棣年过40，早已过了冲动的年纪，他能这样做，确实有几分倚仗。在真定之战中，朱棣通过樵夫提供情报，亲率轻骑数十绕出城西，先破耿炳文2营。随后，朱棣在距离城头200余步的地方从容满弓放箭，一名在城头叫骂的南军应弦而毙。之后，耿炳文出城列阵，在前线焦灼之时，又是朱棣亲率轻骑，沿着城墙绕到南军背后，直接把南军大阵冲了个对穿。惊慌失措的南军士兵争相逃跑入城，乃至于自相残杀，燕兵斩首3万余级，即时塞满了护城河，被河水冲走的尸体更是数不胜数，缴获马2万余匹，俘虏数万。朱棣大手一挥，尽散遣之，这固然有打击南军士气的考量，但也可见此时燕军的后勤上限就是万余人的水平，突然多了这么多吃饭的嘴，实在是养不起。朱棣能做的也仅仅是返回北平，巩固根据地而已。兵败的消息传到南京，朝野震怒。朱棣此次胜仗没有获得多少好处，建文帝却被这次战术性失败刺激，决心临阵换将。这次来的对手朱棣可熟悉了，是李景隆，一个纸上谈兵的草包官2代。朱棣闻讯大喜过望，李景隆也没有辜负朱棣的期待。朱棣和主力部队跑去宁王的地盘摇人，整整2个月时间里，北平城只有残疾世子朱高炽带着1万老弱残兵坚守，连女人都不得不上了战场。李景隆硬是没有抓住机会，先是磨磨蹭蹭，紧接着又中了守军的夜袭。南军都督瞿能差点要攻下张义门，却被李景隆叫停。如此公然的放水，以至于后世很多人怀疑李景隆就是朱棣的内奸。守城的朱高炽在墙头如望穿秋水，终于见到爸爸带着宁王叔叔的朵颜3位骑兵回来了。李景隆的几10万南军顿时被几万燕军打得狼狈而逃。李景隆离谱到什么程度？他的营地在郑村坝，即今天北京市朝阳区5环外的东坝。在这个比4环还多1环的地方，李景隆撤退时忘记通知2环外的攻城部队，数万大军被朱棣尽数吃下。建文2年春天，两军在白公河再次决战。这次跟随李景隆出战的还有平安、郭英、瞿能等大将，60万兵马也占尽优势，这下能10拿9稳地击败朱棣了吧？南军一开始占上风，因为平安曾是朱棣的部下，非常了解朱棣的套路，而当初几乎攻破北平张义门的都督瞿能也一同配合，居然逼退了燕兵。郭英又及时赶到，封堵了朱棣的退路。
朱棣先后换了3匹马，射光了3桶箭，宝剑也砍断，差点被平安、徐能所伤。结果又是李景隆的神操作，叫停了攻势。事实证明，3个王者有时也带不动1个青铜。两军各自休整后，徐能再次引众搏战，南军大阵高呼口号“灭燕，灭燕”，一路高歌猛进。正当南军即将得胜时，意外来了，一股旋风刮起，割断了李景隆的帅旗，中央军顿时大乱。如此拙劣的情节，就像三流小说家笔下的故事，可它偏偏在现实发生了。此时的南军阵后燃起大火，原来是朱棣又带着那支忠心耿耿的亲卫轻骑奔袭绕后了。在一阵混乱中，燕军士气大振，数十万南军再次进没。朱棣乘胜追击，一口气攻下德州，准备转攻山东首府济南。朱棣没有得意太久，他又一次碰上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坚守济南的山东参政铁铉诈降，命勇士埋伏在城墙上，待朱棣进入，便抛下铁板偷袭他，并另外设伏断桥。结果朱棣还未入城，铁板便突然被抛下，伏兵暴露，桥在仓促之间也未截断，朱棣策马奔驰而去。朱棣气急败坏，决定使用大炮攻城。铁铉在一些木牌上写了“高皇帝神牌”几个字，并挂在城头。这招着实阴损，别说朱棣本人，估计就连朱允炆知道了也要骂他亵渎祖宗。燕军只得停止炮击，围城共3个多月，可济南终固守不下。这年冬季，燕军听闻南军主力再次北上，一场新的决战就此展开。朱棣得到情报，先行南下，20余日就从北平打到山东。他决定扰乱南军的粮道，遣轻骑至大名，焚其粮船。南军将领盛庸将计就计，决定在东厂决战。盛庸此前在济南和铁铉并肩作战，有过击败燕军的战绩。此次他依城列阵，准备迎接燕军骑兵的冲击。朱棣的骑兵如期而至，朱棣本人亲率骑兵直冲中军，大阵一下子被冲开了。朱棣眼见着自己的骑兵冲开盛庸的大阵，却陷入了南军步兵的密集阵型中。2翼的南军也开始收缩，向中心合围，他中计了。最终，在燕军名将张玉、朱能的拼死冲杀下，朱棣避免了被俘的命运，大将张玉却没于此战。盛庸军师大振，燕军一朝被蛇咬，以后再南下，皆从徐州、沛县过，不再走山东。建文3年，燕军又来到2年前大胜南军的真定，将守军又出城池，在藁城大战一场，又是天降狂风，燕军借风势又获大胜，从白沟河、嘉禾到藁城，燕军3次的大风相助而胜。朱棣认为这是天命所在，非人力所能为。至此，燕军靖难已有2年多。虽然屡战屡胜，但战术上的胜利根本无法转换成政治上的成功。燕军兵力太少，如果分兵，就根本无法与动辄数10万的中央部队周旋；而如果不分兵，那好不容易打下的城池，转手就被建文帝的部队收复。朱棣手下的军师、僧人姚道眼清楚，无论南军损失多少次，他们终究可以重新练兵，东山再起。而只要燕军的主力遭遇一次大败，战争就结束了。他们每个人都会顶着反贼的罪名，被押到南京的法场上。吾下诚意，急驱京师，京师单弱，势必举。姚道眼如是说，这是一次豪赌。朱棣有了决断，燕军沿着大运河迅速南下，2个月内到达徐州。徐州守军坚守不出，燕军也不纠缠，一路向南驰奔，1个月内到达安徽宿州。在祁内山，燕军前锋被徐辉祖击败，再加上暑热，燕军陷入窘境，众将要求北返。多亏了朱能的强力支持，表示汉高祖实战久不胜，足有天下。燕军听罢，居然也就稳定了军心。朱棣马上利用这难得的一点士气，取得了一个战术性胜利，截取了南军平安部的粮道。朱棣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小胜，没想到直接改变了战争的最终结局。说来也巧，南军的平安等将领决定以3声炮响为信号，组织士兵突围。第2天，3声炮响如期而至，南军士兵纷纷向邻避各城门奔去。城门打开，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，一群扛着云梯的燕军士兵正向邻避城墙冲来。原来燕军选定的攻城时间正是同一天，信号也是3声炮响。就这样，原本一心突围的南军前锋部队不知突向何处，后排士兵却一心想出城求生，挤成一团。城门已开，燕军的骑兵顺势而起，南军最后的力量被杀了个一干二净。此后的燕军以直线向南军全速前进。18天后，扬州失陷，金陵震动，
在燕军进兵距离南京30里的龙潭时，建文帝彻底坐不住了，朝中大臣劝他逃去浙江，或沿着长江溯游而上到达武昌，以图兴复。结果方孝孺说，城中尚有进兵20万，唯有力守以待援兵，即使不济，国君死社稷，正也。朱允文听了他的建议，也就这样丧失了最后的求生机会。方孝孺也没料到城内守军如此不堪，守卫南京城西北面金川门的古王朱惠和李景龙望见朱棣的大军，直接打开了城门。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少，铸就了朱棣的成功，他也由此打破了历史记录，成为唯一造反成功的藩王。